陈先生28岁，来自重庆，销售，有请。陈女士29岁，来自重庆，自由职业，有请。欢迎两位啊！这小片里听着最刺耳的一个词叫“白眼狼”，是吧？对，还是你说的是吧？是。你认为他是个白眼狼？是的。啊，咋认识的呀？我们是通过买车险认识的，他是做保险的嘛。哦，他在您那儿买车险。是的。然后怎么就从客户变成了女朋友呢？当时嘛，我刚刚出来工作，当时通过去车库里面抄罗车电话嘛，当时就抄他电话，那天下午就给他打电话，当时给他讲了一下车险的方面的一些问题，他很感兴趣嘛，后来就找我买了份车险，一来二去嘛就加了微信好友，我们就在微信里面互动联系嘛。哦，那谁追的谁呢？是我追的他。哦，看中这小伙子什么了？本来我身边的朋友就不是很多，然后就经常的找他聊天，后来我们慢慢通过聊天接触下来，我就觉得他对我挺细心的，也挺照顾我的，为人也挺老实的，然后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我知道他才做保险没多久，然后就给他介绍顾客，平时我就请他吃饭，然后没过多久他就拒绝了我的邀请嘛，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他吃饭还是我买单，他居然都不出来。为啥呀？因为当时我们通过微信了解嘛，我感觉他家里很有钱嘛，我是一个农村的小伙子，比较自卑，当时我也感觉到他可能喜欢我吧，我感觉配不上他，那段时间就开始对他冷漠，都不怎么回他。哦。后来就是有一次啊，就是他来我们公司找我吵闹。啊？我那段时间没有和他互动嘛，就没有回他微信嘛哈，他就感觉我这个人就是白眼狼忘恩负义嘛，就来我们公司吵闹。跑到人家公司去闹是为什么呀？你来说说我听听。因为后来嘛，他没和我联系了，我就去公司找他，不是去闹。当时他不见我，叫他其他的同事来和我谈嘛。啊。然后我就找他们部门经理，我就说他今天上班没有，然后他们经理说他在上班，我就直接去找他，然后就问他为什么不出来见我，他说他配不上我。你怎么会用过闹这个词儿呢？就是感觉当时在公司里面很没面子嘛，他就当着我所有同事的面就说我一些不好听的话嘛。说你什么呢？就说我忘恩负义啊，就是他给我介绍客户。这话你说过吗？这个话我是没有当着他同事面说，我是单独和他说的。哦。当时感觉很没面子嘛。那他确实给你介绍了很多客户吗？是介绍了一些他身边的朋友。哦，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是喜欢你追你的是吧？就是当时也没有往这方面想，就是我感觉他可能是把我当真心朋友一样对待，对我帮助吧。行，那从这次之后，你们关系怎么就又往前走了呢？那天晚上的话，就是我向他坦白，我说我们不合适嘛，以后不要老是找我请我吃饭，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要保持一段距离。后来就一段时间没有互动，没有联系了嘛。等于你拒绝了他。对对。当时他这么跟你说的时候，你什么感受？伤心吗？心里面挺难过的，还是尊重了他的决定，就没有去找他了。那后来怎么又在一起的呢？后来就是有一次我们部门搞团建活动，在外面聚餐吃饭，正好他和他朋友嘛也在那里吃饭，我的同事看见他之后就拿上次吵闹的事情嘛，就来调侃我，感觉我很没面子嘛，他就过来替我解围。当时我过去，然后向他道歉，因为上次去公司找他的事情嘛。道了歉之后，我说我请你吃饭，他就答应了。那天因为他给我解围了之后，感觉我在我同事面前很有面子嘛。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在一起吃饭，那天有说有笑的啊。他也向我透露，他说这段时间没有和他联系的话，他感觉过得很不好。他说有没有想法就是和他在一起交往嘛。以前闹的时候我觉得他很任性，但是我现在觉得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任性了嘛，就同意和他一起交往。同意交往了，你当然特开心应该。是的，当时我挺开心的。最开始的时候他工资也不是很高，然后对我也很体贴，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我想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就说这个男孩对你很细心很体贴，是这意思吗？对。那你在这个关系里面你觉得开心吗？开心啊，因为
他也经常帮助我嘛，还是不断的给我介绍客户，而且还经常带我出去吃饭。谁花钱？每次都是他抢着和我买单，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还经常和他闹得不愉快。为什么不愉快呢？他可能是体贴我，就觉得我家里条件不好，工资比较低嘛。但是我男孩子也好面子啊，就是每次他抢着买单，我感觉就是我没能为他做点事情嘛，就感觉很歉意嘛。行，明白。我想问问啊，外面的朋友怎么看你们这些关系啊？会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去晒你们的这种关系吗？我从来不在我朋友圈里面发我们2个之间的亲密照。为啥？我这个是服务行业嘛，就是我也要维护好客户之间的关系。像我的一些客户可能会经常关注我的朋友圈。如果发现我整天就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的话，可能客户就觉得我这个人就一天不务正业嘛，没有上进心。女生会在自己朋友圈里秀她吗？我会的。有一次嘛，我就编辑了一个小的视频，然后发到朋友圈。他不但不给我点赞，他居然还骂我。他说我在朋友圈里面发他的照片，影响了他的生活。我都不明白，我的朋友圈怎么又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我这么想的嘛，因为我的很多客户是他介绍的朋友嘛。如果说他的朋友看见了之后，也会觉得我这个人不务正业，对我的印象也感觉不好嘛。女生，你的父母知道你在跟他谈恋爱吗？父母知道。喜欢这小伙子吗？我带他回去见我的父母，他也是穿得邋里邋遢的，这么重要的场合，他都不知道穿正式一点，一点都不重视。这是为啥呀？见他父母的时候嘛，就我感觉没有必要穿正装啊。我是农村来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家庭就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嘛。他是当天给我买了一套正装，叫我穿着去见他父母。他的衣服比较贵嘛，我如果穿着过去的话，显得我这个人不真实嘛。后来你父母应该没看上他，是吧？对，说我们门不当户不对嘛，就是说叫他不要和我谈恋爱了。可是当着他的面说的吗？当着他的面说的。就是那一次见他父母的时候，他父亲刚开始还是对我印象还是可以，因为我去的时候给他买了礼品嘛，他觉得我很有礼貌。但是后来问到我的家庭状况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个农村的孩子嘛，家里收入也不怎么高，配不上他女儿嘛。当时本来说准备带我们去外面酒店里面吃饭嘛，结果后来改变主意了，他说在家里面炒几个小菜吃了就算了，没有必要去外面。他还说就是你们今天吃完饭就不准你们聚在一起了，到此为止吧。当场就说啊？对。心里特难受吧？是挺难受的，因为我也挺喜欢他的嘛。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回去了，我就给他说，你父母这么反对，要不我们就分手吧。他提分手，我不同意。然后回家和我父母大吵大闹。然后还离家出走，父母就还是最终同意我们在一起嘛。那现在这不是都经历了这么多坎坷了吗？怎么现在又出了问题了呢？是你家庭有变故是吗？对，家庭生意出了问题。然后他的事业现在也越来越好。我感觉他对我的关心越来越少。你是感觉是吧？就是有一次嘛，我们恋爱纪念日，然后以前就是在外面餐厅吃饭，这次他就说在家里面吃，随便炒了几道小菜就把我打发了，家里很敷衍我。其实你误会我了呀，因为你前面一直吵着要我给你做美食给你吃嘛，前面那段时间我比较忙啊，没得空。我就是通过这次机会，我想弥补你嘛。结果他误会我，他说我抠门，不带他出去吃大餐。你见过他父母吗？我见过他父母，他父母对我挺好的。我回到他们老家去见他父母。本来我就不习惯农村的生活嘛，然后我尽量在他们家就去干农活，然后去喂猪这些，什么事情我都努力的去做。他居然还说我对他父母不好，然后他说我喂个猪3分钟热度，然后就走了，好像是体验农家乐的生活。我这里解释一下，他说在我家里干农活，那哪是干农活嘛？他是第一次去农村，想体验一下农村里的那种农家乐生活。他当时说要给我家里面喂猪嘛，我就陪他去喂猪，他就给猪舀了2勺那个猪食嘛，舀了之后就不管了，那猪都叫唤起来了。还是我后面去喂的猪食啊。他第一次他确实也不会嘛，这咱们不多说了。我问问姑娘，你现在做什么呀？我现在没有上班，平时就是帮家里做点事情。现在家里的生意有起色吗？没有，我就是觉得他现在
事业越来越好了，然后对我的关心也越来越少。他本来上班就很忙嘛，中午他休息的时候，我兴高采烈的把他带出去逛街，他很不耐烦，他就说累了，本来就没逛几个小时。那一次不是我也陪你去了吗？那一次本来是周六，本来好好该休息的嘛，他那天一大早就把我拉起来，叫我陪他去逛街，他一逛就是个好几个小时，逛了东西又不买。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怎么买？买的回去，你又要说我浪费不穿，要看到自己喜欢的我才会买呀。后来他和我大吵一顿，就是那天他很生气嘛，把我甩在商场里面，他自己开车回去了。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我那边打车也不方便嘛，等了很久才打车回去的。所以对女生来说，如果没有家庭变故的话，你觉得男生不会像现在这样，是吧？对，当时我走了之后，他都没有给我打电话，也没有来哄我。过了1个星期，还是我主动找的他。我不是回去给你打电话吗？打电话你不接，发微信也不回。他只打了1个电话，发了1条微信，一点都没有诚意。这个其实现在都不重要了啊，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女生想分手，对，男生不想分，不想分，女生为什么一定要分手啊？我就是觉得我们之间的感情，因为我家里面的变故，然后他对我越来越冷淡，他现在的事业也越来越好，陪我的时间也很少。所以这不是你当初想象的那份感情，是这意思吧？对。我觉得他可能是误会我了。我这段时间就是事业上升期嘛，应酬比较多，可能对他的陪护时间相对来说短了一点。啊。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家庭情况就对他开始冷淡了，我还是一样的爱着他的。爱这姑娘什么呀？当年，他在我最穷的时候，追求我，而且不嫌弃我，在他父母反对的时候，他也义无反顾的和我在一起。我就觉得他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啊，不想失去他。男生是因为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你不嫌弃我，对，所以我现在想坚持爱你，是吧？女生是反过来的，两个人在所谓爱情的这个自信或者生活的这个自信上面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